Hello，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呢，选到我们这一张蜘蛛。这个蜘蛛在一个蜘蛛网上哦，好像在捕猎，在等待什么？它的关键字是无限的潜力，就看得出这个蜘蛛非常的有规划，在张罗什么。所以对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下下一个会改变你的一件事情，即将会有重大的改变或者是转变的一个现象或事件或人事物都可能。而这跟这个蜘蛛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牌啊有相关性，无限的可能，无限的潜能，而且是充满的张力的。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状态底下，我觉得你们蛮像这个蜘蛛的角色。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就是他想要捕获什么，或想要散布什么，这也代表某种资讯哦，资讯的传递、传达，网络有没有网状的？然后也代表你要网罗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些资源或人力，或者是一些资金都有可能。这是一个在中心点蛰伏的状态哦，并没有在行动。更多的是在等待哦。旁边虽然没有非常的光亮，但是它本身是光亮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所有的改变啊，你们即将改变你的一件事情啊，是从你们自己身上开始的。从这张牌是非常可以明显的看得到你们主牌所要透露的意义哦。再来我们来看其他你们神谕卡已经抽出来，我们一起看。这一张是适应力，果然吧。这个适应力的这张牌比较特别哦，长的是这个不太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好像是一个舞蹈者或者是一个表演者，然后他踩在一个人的身上，好像在做什么特技表演，对不对？适应力很好，他手上还有好多的一些工具啊，或者是说材料啊。有花有鸟，还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头，很多样性哦。它身上就代表你身上的东西哦，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适应力里面呢，你们这个18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有点特技的成分在里面。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2双手？手这旁边就像观音一样，又长出了一双手，很万能哦。而你们现在在创造的是一种特殊性的改造，因为这在第3宫，第3宫很多的是一种表达、思考，然后主要是在学习跟沟通上。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网络，那个网状也有沟通讯息的意思哦。然后这张适应力也表达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且是在双子座。双子座都是一个很能言善道，然后很有变化性，适应力也的确非常好的一个星座。他有很好的口才，很好的那个点子，灵活性非常的高。所以在这个，而且又在月亮比较多是一种隐性的心态哦。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你们即将产生的变化，是一种慢慢的形成，而且更多是来自你们内心的。我们刚才主牌所说，更来自你们独有的一个特殊的转变。你的某项才艺、某项特殊的能力，或者是说你自己的某些兴趣，都可能在这个阶段哦，即将做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修正你，或者是辅助你去更进阶的一个可能哦，而且会达到很好的一个协调。这从这张牌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就在第3宫，那种表达能力啊、口才啊，是非常的卓越的状态。再来，我们这张是一个极端的，看到这2个人，一男一女，似乎在争执什么，而且好像有一张纸，这代表的是什么合约啊，或者是什么契约的东西。他们是比较激动的在做一种争夺，我觉得这像是一种抗争。就像他说的是争斗的意思哦，而这个是在我们的第8宫。第8宫的话，就是
更多的是我们的重建、转换，或者是说某种意志力，跟刚才的意志力也是很像，而且在天蝎座。我觉得这很多时候是在你们的，因为又有水星哦，这有感情的成分在这里哦。感情上的两个人的某一些争端会开始，而且争端是可能是图来的一个什么样的 paper， 它是一个可见、可判断、可被看见的一个东西，而影响到这两个人在争夺或者在争执什么。所以如果在感情上啊，这即将会有个变化，是更多的哦。就是配合你们前面的这段几个牌来看哦。如果在情感上啊，会有一些争执点的发生。这个争执点更多的是来自我们就是想要表达某些我的想法，我的意向，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想要怎么做。情感上的那一种激动性会高一点，属于比较争夺性的一个状态，但是不代表它就一定会产生决裂或者是不好的结果。这更多的是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激动一点，会两个会有吵架或争执的状态。更多的因为是天蝎在这里，又有很多纠缠性跟干涉性在里面，比较固执的会在某一个点上想要去得到一个答案，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冲动，所以在情感上容易这样。然后在你们的一个人际关系上，这也代表某些人际关系，水星都代表情绪哦。人际关系上也要注意某种冲突性，但是我认为是可以改善的，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有很高的适应力嘛，不管你们是用你们的方法去适应它，还是让你们用你们的18般武艺去说服别人去适应你哦，我觉得你们是有办法去达到的，这是我们从这个牌是可以看得到的。再抽到的是这张牌，这张牌出来的时候是逆位哦。那从正位来看，它其实意思是说，我想要成为女王。逆位意思哦，你在某些状态啊，你会害怕某些权力的掌握，你甚至是会等待别人去做决定，有这个心态。但其实你本来是可以成为女王，成为主导者的。但是你可能会先按兵不动，先看看别人怎么说，先寻求。这我觉得是某一种退缩，这种退缩不一定是说不好啦，就是有时候在遇到更强势或者更状况比较糟糕的一个情况底下，适度的不要去凸显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决断力跟控制力的话，有时候也是一种保护哦，不要太过光芒显露啊，那么会容易招忌或者让人家讨厌。有时候在人际关系上也是这样。那在双方的如果是感情内的话，也是，其实你很想成为一个主导者，但是你其实并不敢，你是逆位的哦，你更多的是看状况，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蜘蛛一样，你在搜寻很多东西、很多资料、很多资源。甚至我们刚才说的物质的相关、精神上的相关都可以使用。这种收集、这种保有哦，是你们现在成为这个女王哦的逆位所处的一个状态。你不是你很贫乏，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做到，更多的说你是屈服于某一种现在的一个现象状态，然后适度的去做一些改变。自己的改变，所以这个女王是一个逆位。我倒不会一直的认为这个东西就一定要正位就是好，可能在这个你们现在的状态底下，适度的这种不要过度的外放可能会是好。我们来用塔罗来继续的了解，在你们的这个下一个会改变你们的事情当中，还有关于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牌哦，我们只看正向牌。我们只抽正向的，因为这不是一个能量。我们今天不是要看你们现在能量，而是说你现在下一段会即将改变你们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以正向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呈现？这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们会怎么样的一个历程？我先抽几张牌来一起看。
今天这边应该是可以放掉5张，好，5张，我们就从5张开始看。好，5张牌应该看得到。5张牌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第一张就是一个金币的王牌，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先要落定。所以有关于你们现在的一个转变跟转换它是跟某一种物质或者是说财务有关的。它会转向一个正的方向去进行。我所谓正的是说，想要去落定它，去创造它，去执行。不管你们现在收集这样的资料资讯，在一个创造性的层面上，你们是想要去做一个改变的。你们的改变来自于你很想要去得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变化，在你们现阶段希望在短期能够看到，因为你不希望这样子的混乱去影响到你未来的一个方向的执行。你们现在势必在某一种混乱当中，未来的改变的这个有混乱，这边又出现了一张混乱牌这是暴鸣暴动的意思好像大家很在抗争什么，火红的能量，情绪很高涨这个很紧张的状态，跟这个我们刚才这个一对男女在争执的状态是有点像。或许有某些紧张会发生，而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发生是为了说某些东西要改变了，要改造了，因为出现的是一个我们的恶魔牌。恶魔牌很多的就是一个纠结纠缠而你们现在的纠结纠缠这边又出现了一对男女。一般恶魔牌都是在情感上有没有如果记得原始的塔罗图案的话，是一对男女被一个恶魔给牵制住，用链条链住。虽然这个图片没有那么的血腥一点东家主要你看这一张阖家欢乐的图面，中间有一个恶魔，有没有控制了他们？这边更多要想说的你们现在落定的一个行为或落定的一个方法，它是可以做的，但是其实是要打破你们原来在这样子的纠缠里面去打破，就是你们要先割断这些牵连、牵制跟干扰。这可能是你的对象，或者你的合作伙伴、人际关系都有可能。这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一定是男与女我们讲的是更广义的你们现在可能会朝向一个你们想要的和乐，或者是说圆满去达成，而这样的圆满和乐底下，其实有一些纠结跟纠缠在里面，这是势必要去突破、去打破的。而你们会不会去打破？一定会。你看这边会有一个机车。这个机车骑士这是一个权杖的骑士权杖骑士是一个行动派、有力量的一个骑士它是充满的魄力跟方法性去解决问题的。所以一旦他看清楚现在的问题点与我们落定跟落实违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们的转变的能量就来了，因为你们不希望这样的暴动跟那种混乱产生在你们周遭。这是一个特殊牌，这张牌这组牌里面的特殊牌并不是属于在塔罗里面，但是也就这样子也有提供了某一种象征意义就是说在这种混乱底下，你更要清楚你们自己的光亮在哪里。他特别 highlight 在这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你看其他人是火红，这个人是绿色，蓝绿色，更冷静一点的颜色，然后这个火把就在他旁边更感觉的是这火把就照亮了他。所以我认为你们或许在某一种恐慌里面，或者是说混乱里面，但是其实你们在适度的得到清晰度，这是很高的，就在于我们刚才说你的适应能力很好，你有很高的一个能力跟一个个性上的一个成熟度你可以圆满的去解决很多事就从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3号表达口语这样子的能力上，你们是可以去做到，而且有办法让自己去平静下来，这样某些事态的一个转变底下。而且最后出现了一个权杖的女王，你看最后是不是达到一个所谓的，你看大家听从这个女王向前去，不管要进行什么，她一定会进行。他控制的是一个方向跟一个决策的最终的一个目标，而这就是这一个女王会做的，也就是你们这不一定是男生或女生然后更多的什么阴性能量会多一点，可能是你或你们的关系人他会有一个
魅力哦，这种魅力就是统治大家的一个魅力，领导的魅力哦。而这样子的一个领导，很多的是来自于他很好的表达、很好的共情能力、很好的行动、很好的整合，而让大家去信服的。所以这个我就相信，又配合到我们的适应力底下，这个所谓的双子座的这种变化多端哦，这个机灵啊、灵巧啊，这种非常有点子的这种个性底下，所以这个权杖女王会非常的有一个方法性去解决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在这个蜘蛛底下，也更显现了这一种扩张性。女王的这种权利，或者是说我控制我自己的范围，我这个问题的状态，我有一个控制能力，掌握，就是在这个女王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我们再来看后续后半段还会怎样的一个进程。好，一样，我们来抽5张牌，后半段的历程会怎么样？没有出现一个特殊牌。我们来看历程后面的历程呢，会有一些压力的存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我们的权杖的10号，在我们第一张，这个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压力，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就是背负了很多的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是我们愿意为了我们的未来，或为了我们更好的一个生活，我们去努力去打拼而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工作心情努力或者是压力的来源呢，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当做一个甜蜜的负担。就像这些蚂蚁有没有，他们在搬他们的食物，不管他是为了过冬还是为了搭建他新的一个家园，这个跟人类是一样的我们就在生活里面一步一步去走，去创造，去积累我们所有的幸福能量。这个蚂蚁也象征人一样，他们殷勤的工作，所以你们殷勤的工作，殷勤的在处理这个变化底下，你们得到的是一个绝对会是丰盛的。权杖是代表行动，我愿意去行动，而这个行动我不会把它当做一个负担，这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而且这有一个正义牌在这边会得到正义的一个对待刚才不是说吗？你朝向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圆满的一个成果，这种负担、这种心情的压力，还是身体上的劳力，你都是来自于你自己心情的付出，而这样的心情付出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回馈，有吗？这是正义牌。正义牌，你看很多人好像在抗议一样中间有一个人举了一把剑，上面有个皇冠，代表的是一个权利一个厘清一个清晰的方向。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抗争是为了什么？为了我的东西会得到嘛？我争取就争取到，所以这是一个公平消息跟一个联系的回馈，回应给你的是一个正向的。所以来说，之前的这种努力的方向是绝对没有错的，因为努力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更好的一个生活，这是从这边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好，过来就是一个9号的权杖，我们出现了很多权杖牌。因为后面又继续了一个6号权杖，为什么两张一起看因为这个坚持，这个人是不是很坚持？好像受了伤都在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保卫的是什么？你自己的权利，正义的权利，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捍卫，这是一个保有一种保护的过程，这也代表是关系上的一个保护。所以即便我们刚才说某一些情感上的一个争执跟争端我认为的更多的是说，我是为了要坚持下去，我是为了要走下去，我们才要在我们的不清楚的地方，在我们两个都觉得不 OK 的地方去做一个纠正沟通或许激烈一点，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更好，不然我就不沟通了，摆烂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坚持是为了要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直接就是一个权杖的6号，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们充满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力你们不止18般武艺样样精通你们还有很高的行动能力还是个魅力者。这有个权杖女王在这边，后面就接连都出现很多权杖，坚持再加上成功。权杖6号，你看这是一个女生这个倒不是一个骑士或者是一个战士直接是一个女性阴性能量这边的成功获胜，获取最后的胜利，得到欢呼，这就是你们这是你们的能量，是多好所以这个权杖女王
太呼应在我们第一组了，会在一个阴性能量里面更多。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张牌，又是一个特殊牌，这是一个傀儡哦，一个操控师哦，有没有一个好在操控这些娃娃玩偶的这一个人？这也是一对男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跟这个男女啊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的一个争执啊，不管是两性的还是你们这个人际关系上，你可以更广泛的自己去做一个筛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底下，其实操控者，我觉得是在你自己，你是可以操控这个人。我认为你们其实有魔术师的能量，虽然这边没有出现魔术师，但是这样的适应力跟这样的一个权杖女王，跟一个蜘蛛的这种散播性哦，再来出现一个操偶师哦，那种操控玩偶的这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能量很在的都在显示，我们第一组的伙伴，你们其实是可以操控这个整个局面的。所以今天最后的一个变化的结果的这张牌啊，出现的这个特殊牌。操偶师就是你们，你愿不愿意去操作、操控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女王？对，你想变成女王，这可能只有你的心里话。你要把它转正，我帮你转正。你现在可能不敢，碍于某一种身份或某一种压力，或者某种社会规范，或者是情绪底下，没有办法显现你的想成为女王的话，去成为，你是女王，而且你可以操控。你可以控制很多方向，这两个人偶是给你控制的，是不是？是给你控制。我认为这不会是你们本人，你们更像的是这一个操控师。OK， 这是我们在第一组里面看到的一个讯息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给我按赞哦，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啊，说说看你们现在一个能量。主要就像我们之前说，留下的字啊，这种叫做显化的能力啊，会更高，然后大家也产生更好的互动。OK。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哦，希望大家幸福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嗨，欢迎第二组我们伙伴们的大家好啊！来看看你们今天选的牌哦，这张蝴蝶的牌哦，很漂亮。它的关键字是什么？叫做宇宙之流、顺流的意思哦，跟我们的命运之轮有点像，而且这个蝴蝶也有重生、转化、幻化的意思，是一个漂亮的能量哦。顺应宇宙的流动，为什么要顺应？因为顺应了之后，你就可以发展为一体，跟他们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关键字哦。你们未来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事来改变你们？这是关于顺应跟顺流，而且是跟宇宙生命有关的。可能是一个生死议题。我们讲的生死不要这么严肃，我讲的是某种事情的结束，然后重新开始。转换，这个蝴蝶有这样的能量，这蝴蝶看是不是很美、很漂亮的一个能量？温柔，然后慢慢的去显化，然后周遭的这一个，不管是花朵啊、草啊，还是中间的月亮，都是一种在平静之中慢慢的自然的一个生命能力。所以不需要去害怕跟紧张，所谓这样的一个生命或生活上事件的一种阴晴圆缺、起起伏伏，这就是这张牌我们所要表现的。再来看我们后面的神谕卡已经抽出来，一起看还有什么要说的。先看这两张，这两张第一张是冲动跟遗产。遗产这个跟你们这个顺应顺流是很像，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张牌哦。这张牌是在我们的天蝎座，然后在土星的能量哦，有受阻跟障碍的一个过程，就需要一些毅力哦。但是因为有天蝎在这里哦，就会象征性的执着于某些东西，而且它也有一个生命的生死轮回在里面的概念哦。因为在我们的第八宫象征的是重建跟转化，很多是意志上的，或者说某种激烈的情绪思考的转变。这个议题，我们在我们第二组宝宝，有某些人哦，你这未来的一个变化里面，真的会生死议题蛮重要的，这是一个重点，可能会遇到某些生离死别哦，这是最激烈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某些事情的变化开始走到一个需要改变的一个状态。但这张神谕卡，它的字啊，其实显现的是遗产，所以这样子的生死转换啊，会留下的是遗产。如果在思想上的话，也是一种淬炼哦。我因为某一种想开想通，而我知道了什么东西，我重生了自己，我获得某一种遗产。这个遗产就是来自我们前次的一个经验，我的生活的经历，我对这个事件我自己的处理，我所得到的一个成果或者领悟，这些都是属于一种资产。所以这样的遗产，我不会说它是不好，我觉得是好的，精神上。那如果真的物理上、性质上、实际上的生离死别的话，也可能会带来某些遗产，就是某一些你们的长辈，或者说自己的亲人，跟你比较亲密的一个人哦，他们可能会留下一些这样子的资产给你们，而这样的资产也不会只是我们说的纯粹的金钱上的，可能也有思想上的，或者说情绪供应上的，给你们很高的一个支撑哦。我觉得我们第二组的宝宝啊，宝贝们，你们是获得某一种保护的，这种能量也看得到是一种祖先啊，或者说你们在乎的人哦，过去成为了天使啊，然后他们在默默的在保护你们。只要你们做的正行的端，应该做的正行的端是这样讲吗？你们很多事情哦会得到很好的一个保护，由于这个东西是对的。他们是支持你的，你们的祖先啊，或者是说你们过去的亲人啊，他们会好好的保护你的。只要你去显化你们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显化，我们刚才说这个显化。这边出现了一个蛮好的一张牌啊，这个叫做一种冲动、一种激动、激烈的意思哦。这个是牡羊座，牡羊座在火星的能量哦。火星象征的就是热情啊、活力啊，而且再来一个牡羊座这种自由开放啊、无拘无束的能量啊，这一张牌显现的就非常好。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重生跟转换啊，还是一些遗产，我刚才说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遗产的获得，是一种活力的供给啊。这样子的一个供给啊，它给你们收获到之后，是会带来好的一个能量。你可能会因此而有了个冲劲，然后有一个方向想要去做，而且是带来幸运的。因为这种马蹄铁在国外啊西洋里面的象征就是象征好运，你去做了这件事情会好运连连的意思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生跟转换完全都不用去担心了，生死或者是说某些事情的消长，都是有一个规律的，自然的规律。这边有没有宇宙的流动？这种流动绝对是自然的规律，就是它必然会产生，但它必然产生也有一个必然会去处理的一个结果，只要顺应它、顺流它。这边最后一张牌，这张牌直接就是死亡哦。那这个死亡我们不用想得太可怕，它更多的意义是指说，人哦，我们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这是哲学的一个概念哦。对啊，我们每天都是等着最后是不是就是要死亡，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人会例外。所以我们是目标就是为了死而生。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要珍惜你每一天的每一个当下，而不是为了要去死嘛。我说你只是说我都会死了，那我的生活都不用过了，那人生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如果你的着重点在这里的话，就会变成这样。但是如果你就是活在当下，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那一步，那我怎么样让我这个历程、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过得更丰富，那就是一个你的功课。而一旦你的功课你想通了，你知道你怎么去应该说去，我觉得不要讲的是顺从顺应，我觉得是说去体验它，对，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生命呢，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愉快。所以这样的一个死亡，它是想要提醒的是说，你们不要害怕某些东西的离开或消失。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宝宝有一个很大的能量一直在说这一个，因为它可能不是你想的这么恐怖。你想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说的马蹄铁，还有遗产，它会带来某一种遗留下来的好处跟好运哦，是你可能要先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把它判断出来，而不要用你现在既有的固有的僵化的思考去思考你们现在即将做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即将结束的一件事情。对，更多的是说去活在当下，活在你们现在所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牌很明显要看得到的讯息。我们来看塔罗，我们今天只看正位牌，因为这是一个能量，我想要知道的是正确的给你们的一个讯息哦，不要那个负能量不容许。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第二组宇宙，很快，宇宙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应该可以再放2张。哇，我们的能量非常的奇特。首先来看看这边出现了一个国王牌，然后出现的是一个吊人。好，你看国王牌在这里是不是强而有力的一个存在？这一个样的一个转变跟转换啊，我觉得在一个你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主导着。他会带给你的幸运跟遗产是你所无法想象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你看像一个巨人的存在，而且充满他在指着一个方向，大家可以看得到吗？他指着哪里？就是前行目标的方向。你愿不愿意看到他指的方向去执行去做？这个是我觉得这张牌有所看到。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顺从或者是服从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或者是说一个压力来源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人，他其实不容许你去反驳，我们反驳也无用很多时候真的无用，因为你看他的形象真的是钢铁人，石头的人石雕般的毅力跟耐力的话，你不好去对抗他，而且他是一个很高度的存在。这样一个国王牌，就让他去主导吧。如果是一个情绪上、感情上的一个处理也是这样，不管是你跟你的对象，还是你们现在的人际关系、工作上，这样的一个主导者，其实你适度的相信他吧，相信他或许会把一些东西给打掉重练，或者把一些东西给删除掉，可能是你做了很久，或者是说花了很多心力心思去维护或者去打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否决掉了。可这样的否决不要去当做一种悲惨的过程，我觉得他或许在打掉了之后，你重新来的时候搞不好会更好。我认为这种重新来之后遗产有没有重新来，剩下的东西我再重新处理之后，我或许会我再去前进，我或许就得到这个马蹄铁，得到他的认可，得到这个国王的认可，这个成功性就会很高。而后面这个吊人牌啊，讲的就是我们就把鸡先吊在那里嘛，你先比较静态的，先比较不用去想太多的，就先顺应在吊人牌，在更多的牌意上也是告诉你顺应了。你把自己吊在一个树上，是用不同的观点，你是把自己倒吊过来，你的观点，你看的风景、看的东西、人物，通通都颠倒了。当你颠倒之后，你是不是就会有新的观点出来？这也是这边想要说，你就不会这么纠结或这么难过啊！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好痛苦！我去做，我不想做，不要，不 OK， 也不要这样想，尽量去朝另外一个转个念。转个方向，转个弯，你说不定在这样一个吊人牌的一个形态底下，你突然就想通一件事情。想通，果然吧。这个宝剑的侍从，宝剑侍从是充满好奇心的，我想要去了解，我去交流啊。你看这个虽然是偷偷摸摸的牌，但是它其实是我还不清楚，我先不用去直接正面对抗，我在后端，我先躲在一处，我先暗自观察。我暗自观察对我有处。对我有利的益处的时候，我再去进行攻击。这不一定是攻击，我讲的是一针见血的去指导问题点，甚至是说直接发布你的想法、你的见解、你的看法，而这样的交流就会更容易成功，有没有？而且是在这种马蹄铁底下，
更多的是说，我们刚才说这种吊人牌，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处理得很好，你就会 OK 了。再来，我们还要看到这第4张牌是出现了一个圣杯的6号，这有一个我们的记忆、童年跟过去事情，跟我们刚才说的遗产有没有？以前的人或者祖先那种概念也是有点类似哦。这个人事物啊，他可能跟你们这种相互交流啊、相互关系哦，已经很久了。你们可能认识他很久，或者你们彼此哦已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如果在讲感情上的话，你们有一些记忆哦是愉快，是充满的纯粹、童真的概念。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在玩这种公园的这种玩具哦，在骑着这个大嘴鸟，很童趣的。然后这是一种分享，互相记忆的分享，互相情绪的包容。在于我对你是有情谊的，你对我是有记忆的，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值得信任、值得彼此去互相支持、信赖的一个层面存在的，就是你们在跟你们的关系人底下。所以我在想，这样子的关系底下，其实它不太是一个隔阂很大的，更多的是你们之间有很好的一个联系啊，很好的一个交流。而这样很好的一个联系跟交流啊，让你去更容易的去做一个所谓的统合，权力的统合，或者是说方向的统合。这边出现了一个国王牌，这边最后出现了一个权杖女王牌，所以不管是阳性阴性，我觉得在这个能量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平等、高度具有创造力、具有控制力的一个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底下，你们的过程很多是来自我刚才说同趣，就是过去朋友的记忆，过去是一个在一起已经认识很熟识的人，然后你们彼此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需要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自我的探索跟了解对这个关系，然后去做很好的分析。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情绪生死的转换里面，你们其实是在一个同样能量底下去创造更好的不一样、更好的新的东西。这个遗产的代表新的东西，一种幻化，新的幻化，很明显、很特殊的。我们再来看后续，看看后续宇宙还要说什么。我觉得你们的牌非常的明显、清晰，给的讯息很清晰。我们来看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直接就是又出现一个国王，是一个权杖的国王。这边权杖女王，这边权杖国王。刚才不是说你们有一个相互的品质哦？我所谓的品质是你们对彼此的一种情绪跟关系的联系感，其实是很深厚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你看权杖女王之后就是权杖国王了。一旦你发挥你自己很好的一个魅力哦，权杖女王就是一个让人家想要跟随、吸引人家，然后充满魅力的一个主导者。然后这边主导者是国王，你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是相反的吗？你们很有可能现在的争执，未来的一个生死变化，就在于你们有不同的观点，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宝剑在中间，需要去思考。你们有可能你们出现的是不同的观点，你看指着不同的方向。如果你们都指的是彼此，就往彼此去了。但是你们的权利哦，跟你们的心情情绪上的一个的饱满度啊，是供给在不同方向上的，是指向不同的远方的。这个是可能是未来转换的一个议题啊。对于大家彼此来讲，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颠覆，一个相互，一个断层，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感觉。这是可能你们之后会遇到，这在感情上或者说人际关系上都是共用、通用的。极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你们都行不行？你们都行。一个国王跟女王能力都很好，但是也由于你们能力都很好，你们都想要控制的某一种东西，但是这个某一种东西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议题了。但是你们有很好的一个情绪的交流，所以后面会改变。我认为为什么？因为这边出现了宝剑的2号跟一个我们的圣杯的4号牌。宝剑2号是一个抉择，所以你们绝对你们2个人绝对都会在未来的这一个转换上，这种断层上去做一个很好的思考，该怎么决定？有没有下棋？如何下好这盘棋？这是你们未来共同的目标，怎么去下？这边出现了圣杯的4号，圣杯4号很多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厘清现在该怎么做。刚才不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向，那我要不要顺合它、顺应它、配合它？大家都需要一些时间来厘清哦，来让自己去决定我该怎么走。然后这样的情绪在后面的确会存在，但是这代表是我停下来好好的看看这个圣杯，4个圣杯里面，我只看了这我自己要的圣杯，然后都忘了看我旁边的圣杯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圣杯是我真的需要，我真的可以得到的？而不要流于幻想，过度的去想自己的目标的时候，然后就把另外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是观点给忽略的时候，那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方向。然后你们会抉择，你们双方都会去抉择什么是代表的是我们2个共同想要的一个方向。因为你们出现4大牌，然后后面又出现了一个金币的骑士。金币骑士我们一直都说是一个最有能力、最值得信赖、最脚踏实地的骑士。虽然慢无所谓，前面的是什么 star， 这好像那种卫星图，有吗？讯息，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讯息跟向往，对未来那种星空的向往，这代表的是我的梦想，我对我们之间的未来，就是未来星光灿烂的未来，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方向，有没有共同的雷达？我们的雷达是类似，你们的雷达不是我的雷达，你们的雷达是类似，去共同走向更稳固的一个方向。所以你们这样的一个生死转变，我觉得说生死比较严肃一点，除了真正面对的某一些真的亲人或自己的挚爱相关的离别之外哦，这种所谓的一个重新的整合跟开始，我觉得是反而是可以预见的。就看你们的这个2个，你们指的方向，你们看的远方，是不是到最后可以绕一圈，大家看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了。然后这样子的东西，一旦你们都想通了，去整合起来的时候，那这真的果然就是一个庞大的遗产。遗留下来可以建造更好的东西，这是我现在所看到，很好。因为最后出现的这一张牌，我觉得是会落点了，落实感了，会一步一步的去达成的，那个过程是非常可以预期的。OK， 这是我们第2组的能量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给我按赞，然后订阅，开启小铃铛，一样祝福大家哦。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见，拜拜。Hello， 欢迎第3组选择我们这个猫头鹰，我们可爱的猫头鹰的这个伙伴们，大家好啊！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跟这有什么关联啊？这猫头鹰讲的是一个神圣的智慧哦，就说去找到自己的智慧，内在的智慧，去帮助自己走向更高、更美好的一个状态哦。神圣智慧是最难的。但是如果套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关于你未来的这一个转换，即将改变你的改变的事件的时候，这看来是跟你自己自身有关。这就是个好处啦，不是关于别人，是你要自己转换自己的内在智慧。这个猫头鹰很特别看到它是不是转到背后去180度的感觉？它这只猫头鹰的羽毛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树啊花非常柔和，包围着它。这不是一个非常不舒服或者令人讨厌的一个环境，甚至还蛮美好、蛮令人开心的。但是他却转了180度去往后看。我觉得这个牌也在显现一个状态就极有可能你们现在的一个目前的能量
是在一个比较安逸、比较安定，甚至没有波动。它不一定是安定，就是很没有进展，或者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一个状态居多。然后你都忍不住去回头看看背后到底有什么特殊或有趣、惊奇的东西，有这种感觉了。他想要去探索，而且转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叫做神圣智慧就放在这里。我觉得你的智慧要怎么去展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后续的牌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看决定，然后一个共情能力。我们再来看这个决定是在我们的双子座。今天很多双子，前面也有很多双子的能量。双子座在太阳，你的决定会充满着特殊性，而且充满了特殊的观点，甚至是以前你没有做过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很特别的，你很好奇，就像这个墙的这扇门，好像门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你非常的好奇。然后这有个女神，女神象征的就是不用太紧张，会有女神站在你这边帮助你。这个棋要怎么下，有很多方式，很多方法，你们有很多资源哦，甚至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你们才要去决定嘛。然后这在第三宫，第三宫是表达跟思考变化机制的一个宫位哦，它象征的是一个学习跟沟通的过程，我叫心情上灵感励志。跟刚才我们的这个猫头鹰的神圣智慧也是很像哦，一个灵性的一个发展。再来我们看第二张，这张是一个双鱼座、双子座跟双鱼座。双鱼座在月亮牌，哇，那这完全的很情绪化，月亮很情绪啊，而且是隐蔽的。12宫代表的是第六感啊、灵性啊，然后甚至一些包容，对，共情能力，还有我们的暧昧，而且这个暧昧很有情绪化。这个狗狗跟这个小男孩好像感情还不错，对，蛮柔和的在一起，然后非常愉快的去度过每一天的感觉，两个是好朋友。共情也象征这个小男生是可以共情这个小狗，大狗，他是大狗。那这只狗啊，好像也理解这个小男生在做什么。他们好像虽然不同的物种，但是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灵性灵感哦，这种第六感跟暧昧底下，这个情绪，你们如果是感情方面的，或许有一个这样的人，即将在这一个转变里面产生转变。他会怎么转变？你们会产生更大的共情能力，但是你们似乎也要去抉择什么事情，也是跟情绪有关。来看看最后这一张牌能够提示什么？他说总是 tea time， 就是总是下午茶的时间啊 always 总是这个就是爱丽丝到了这个仙境里面呢，然后看到好多茶具啊，然后就问怎么那么多啊，这个人就告诉他说因为这边整天都在喝下午茶所以茶具很多。为什么每天都喝？就每天必定的行程，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有点日复一日，然后很有规律的，但是很有规律也象征着重复。这个重复会显得有点无聊，爱丽丝是不是有点无聊？拖着腮啊，怎么又要喝茶？这个感觉，每天就是要做。在情感上啊，或者关系里面啊，流于某一种无聊，说难听一点，直白就是无聊，没什么特殊变化，还是这个关系或者这个现象、这个事件，怎么都没有一些改善、一些突发点，会有一个创造新的东西的感觉，没有。难怪猫头鹰要往180度去看看还有没有新鲜事发生。这样子去看好像合理好像就理解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牌。但是这要做决定，我觉得决定就是在你们现在的关键，这些东西都已经既有，都已经知道，但是你能不能去做决定？每天是要过一成不变的生活是没错，但是一成不变然后重复的东西一直出现的时候，也在提醒你，这就是一个改变的最佳时期啊！
是不是一个点了？开始要做一些变化，做一些改造了，让这个关系或这样的事情更活泼一点，更有趣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决定在这里，而且这边出现了一个双子座的话，会非常有创意。我觉得你们决定的东西，未来这个会改变你们的事情，就是你们即将会做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决定，去改变某一种流于一般、流于无聊的东西或关系。就是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用塔罗来深入了解了我们的第三组宝宝是怎样的一个能量。这个能量还蛮不错的，虽然无聊，但没什么大事。我们只是要看这个简单的东西，也不能说简单，这个好像趋于平凡的这种东西，要怎么去做一个改变、改造？我们看你走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提示？好，我们来抽牌，来看5张牌。你们跟前面有像哦，有被前面吸引的去看哦。牌有点类似，不过这也 OK 啊。我们最近的能量大家都有点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因为都朝向一个想要去做的事跟想法上，所以很容易就在一起。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给的牌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新的创造。你看金币的王牌出现了，金币象征什么？金币象征的就是我要落定一个事情，而且是一个新的发展。这有可能是金钱或者是物质层面上的一个改造，而且新的改造是还蛮有可见性的一个成果的是落定性的。金币象征的都是落实性，物质生活上是肉眼可见的，可能是你的财务面上，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啊、生活条件上的某一种特殊的改变，一定会改变，而且是有力的改变。因为旁边就出现了这个像石头一样的男人，这个是国王牌，而这国王牌可以看得出来石化了，是一尊像石像，对，就是石像看不出不是，应该就是还好，搞不好是水泥，非常坚硬非常有毅力的指向这个金币，有没有？要改造、要创造、要去控制的是这个东西。这个能量，阳性能量这边非常的有决断力非常的有，你要说它是有一个方法论也好它会去落定这样子的一个改造。所以不排除如果是一个关系人不管是你的情感对象还是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人际关系都好，有一个这样子能量的阳性能量它其实会去主导这样的一个改变，很有可能搞不好是他先忍不住，我觉得太无聊了。不过金币本来就是一个稳定的象征，所以你们在某一种稳定的东西里面在寻求改造，然后就去改造成更稳定，这讲有点奇妙，对不对？我认为是更多的是，如果是物质经济面上是本来也不差，但是又要再做一点什么更新，然后让它更叠加更多，就像这个石头一般、水泥一般存在一样，充满力量感的感觉。所以是强化的概念，我觉得更多的是强化你们既有的东西，想要去强化，不要再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这是一种跳升是一种晋升。因为中间出现的这一个所谓的教皇牌是不是？这如果在关系里面，因为这边你们有一些暧昧的能量，在这所谓的共情这一大双鱼座里面这有落定感即将会朝向合约性的发展。合约性就是婚约可能订婚或结婚，你们会朝这样子共同的一个目标去当做交往的前提，或者是两个人共同走下去的一个目标。那不是感情关系的话，如果可能是合作方，或者你现在有个关系人比较重要的，其实你们会缔结某一种很牢固，跟着水泥一样牢固的一个关系这牢固关系是就是白纸黑字写下来，或者是充满规范性、充满条件式的，甚至是法院认证的。因为教皇也有一个所谓权威的存在的确认的一个达成，所以这个不管是感情还是你们任何关系里面的都是代表很好的一个缔结盟约的概念。而这个缔结盟约的概念，后面这2张牌也很神奇，这出现了力量牌。这力量牌有一个好像在手术医院，好像大家很在奔波，在急救，有没有？有输血，然
然后这个是力量，一个女孩，然后在安抚一个病人，然后它象征的就是一个力量牌，情绪的安抚，内心的安抚，而且是出现在阳性能量啊被安抚的一个状态。因为狮子通常是指阳性能量，输血给他能量，给他打鸡血。阴性能量有很高的一个稳定性，跟一个所谓的和谐感，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它是一个这样的存在。不管是你还是你们的对象，你们可以自己去判断。这个阴性能量具有很高度的稳定性，而它的稳定来自对目标或对自我的认知所达成的一种心情或者是行为上的安定，它不太会漂移然后所以会给另外一方带来很高度的安全感，有没有？这个去安抚这个病人，让病人不用去担心，然后我现在就在帮你急救，你不用担心，在一个很糟糕的状态里面去把它解救出来。这张牌是很特别，而且就出现在这种所谓的决定底下，我感觉是这个阴性能量好像还会解救，用一些方法去解救一些你们现在的一个特殊的状态，看起来是很好的。因为后面出现魔术师魔术师是一个很好的牌在这个所谓的神圣的智慧底下，所有的资源都有，所有的东西魔术师都是可以创造，因为他有很好的一个技巧，有很好的一个说话跟表达跟表现力，所以他可以去适度的展现某些东西该有的成果，去显化它。对，就是显化的概念。所以不管你们现在想要做怎样的改变，无聊的改变不要总是下午茶时间，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不管是情感上还是事件上还是什么工作上你如果想要改变，现在是时候，而且你可以改变得很好。魔术师在这里有可以发挥很高的一个显化能力所以你们不要去白白浪费，去做就对了，绝对可以在你的控制跟你的技巧跟决定上去得到很好的一个成果。再来看后面，哇，你们出现的跟第二组也是第二组，对，你的牌出来就有点忘，前面有跟你们一样的，你们去看，你们有感觉的话来。这边你们第一张是金币三，是不是？金币三是一个创建的过程。你看现在在盖这个堡垒吧，对，还在盖的结果就是盖成这样一个旗帜插在上面。金币三是讲求的是合作，所以在工作上你们这样即便有点无聊，即便有点无趣，你们可以去共同创造，跟你们的关系人共同去创造一个新的案子，或是开发一个新的业务，而且会走向不错的，因为金币王牌就在它上面这两个是一样的两个金币在这里，金币都是落定落实可见的，刚才说肉眼可见的一个成果，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去落定改变什么，绝对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不一定要朝向你们原来的东西，原来对不对？还在打造，可以打造的更好，可以更高的，再修改一下这个堡垒是可以插的旗帜是可以对外展现是充满着一个这叫什么能见度的，所以这成果是有一个高度的可以值得期待，这从这张牌可以看得到，而且是你们相互去合作的，情感上也是这样两个人去共同进行，不会是一个人。因为这边出现一个圣杯国王，这是有没有这么好？圣杯国王又在这个国王底下你们这个人对象尤其是阴性能量，如果你对应的是阳性能量，阳性能量非常有心有心的去创造。你看他想要去创造一个稳定感，那又有心。圣杯国王最有爱心，最有同理心，最体贴的。虽然有时候可能有点优柔寡断有点太情绪化，但是就是他感性嘛，所以看的东西细致了以后就比较感觉会吹毛求疵一点，但是容许他这个多愁善感，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情绪的一个暴风雨，在他内心的暴风雨，但他还是试着在你面前展现出这样子平和风帆，有没有？
在风帆很平顺的一个行驶的状态，他想要呈现是这样，即便他内心搞不好已经暴风雨了，搞不好很多情绪，但他已经适度的在控制。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底下，我觉得你们指日可待。如果是感情上想要做一些突发的话，他们很想要做一些改变，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如果关系很无聊，所谓无聊说没什么进展，暧昧，例如暧昧好久了都没有下一步，还是怎么样？其实他很想做。那你们也可以试着给他拉一把，有没有？阳性能量需要被阴性能量安抚，拉他一把，给他打个鸡血，他的澎湃的情绪就上来，那个国王牌他就展现能力，那你们的落定就会更快速，真的快速，因为你们这边果然有金币哦，金币的8号牌，工作，这个工作会达成的是认真工作。你看一堆机具在打造什么？就是在做工嘛。我把我们的工作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哦，很殷勤，很努力，这是非常有毅力的一个表现。表示我做一个事情，我要一直做下去，就是我们的金币8的一个牌意啊。所以如果落在我们的关系上，除了我们刚才说工作会工作得很好以外，他也想要把这份工作做好，把你们之间的关系经营好，是不是？教皇牌底下，我就是要落定，我就要朝那种教皇的形式，那种契约的感觉去进行啊。为什么？因为10号的圣杯就出来啦。你们真的是这第3组，你们是感情的转变，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你们的无聊绝对不无聊，一旦转变之后，10个圣杯都出来了，家庭和乐圆满就来临了。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会看到。因为10个圣杯是一个心情跟情绪上的一个高度的喜悦跟满意啊，满意值破表5颗星，5颗星，就是我很愉悦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工作关系一样，工作会很愉快，10个圣杯又在一个8号啊，这工作你们如果要去创造一个新东西去做，魔术师又在这里，鸡血打下去。大家有一个热情热力的时候是可以做好的。后面最后这一张更神了，这直接出来一个操控师、操偶师，他是一个人在操作这个木偶，2个人是不是？不管是操作还是被操作，这个事态是在一个历程底下。这个历程就是他的故事已经达成，就是你即使不动，也有人会让你动，有这种概念。你看他操控的这个2个玩偶，然后这个人也有个线在操控他，一层一层的，这个像螺丝转轴一样，一个一个是有互相关系，这个动了，另外一个就会动了，是一个轮动的概念了。所以这边这个操偶师，我更多的觉得是这种操控啊，担心说，你过度的希望别人来操控也不好，别人说是被动的嘛。你可以操控，别人也可以操控，但是共同去操控的过程里面，也要去想想说，不要只是等待别人做决定，而自己不去操作。不要只是待在一个点上或是一个关系里面，你们就等待的说，我觉得这样整天都在喝茶，下午茶时间，整天就只是看电影，又只是逛街，好没了，然后就看电视、追剧。打游戏还是这样，2个的关系如果都只做一件事情，你到底是谁被操控？是你们被你们的生活操控，而你们没有反控操控你们的生活，但是你们又嫌这样子无聊，或者嫌这样子没有改变，这样就不行。然后工作也是一样，我工作上如果我只是说我这样好无聊，这个东西又没什么进展，但是你又不去做任何事情，你们就是被操控的人，你们愿意的话就会一直下去这个事情就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刚才说嘛，当一个东西一直的重复进行，让你感觉无聊疲乏的时候，那就是改变的关键时机。有没有？你的神圣智慧这张牌想要说的，你的智慧必须要在这边凸显出来，看清楚要怎么去做改变，有没有？很好。在这个关系里面，还是说人事物里面，这个样的一个转变跟一个成长啊，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很好的。即将改变的是，就是你即将不要做一个重复的东西了，而且也不要再去执行了。你们明明有很好的一个资源不
不管是你们的现在的相处对象，还是你们的工作伙伴，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情绪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谁来做一个号召呢？我觉得可以是你们哦，魔术师，我觉得是可以你们魔术般的改变这你们的未来的生活，或者对这个目标的一个前进啊，绝对是不一样的。OK， 这就是我们第3组的一个能量啊，记得一样哦，改造更好的自己啊，然后让自己不要在同样的轨道上继续前进，这就是我们现在塔罗这个占卜的这个意义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一样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一样给我按赞哦，订阅开启小铃铛。好，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哦，拜拜。